说起预制菜，那是人人喊打。但我说，如果有餐馆明目张胆地使用预制菜，反而开店上千家，去吃还要排队，你信吗？其实我也不信，直到被现实给狠狠教育了一番。前段时间和队友去逛商场的时候，就发现一家名叫米村拌饭的店铺门口竟然摆放着一堆预制菜包装箱，粗看一眼，上面写着咖喱牛肉、牛肉粒、辣白菜，就连葱花都是预制的。关键是这家店生意非常好，工作日晚间饭点时分座无虚席。其实在这之前早就听说过了关于米村拌饭、预制菜等话题的相关讨论，这次竟然遇见了，抱着择日不如撞日的心态决定体验一番。友情提示，此视频无广，大家可放心观看。先说对米村拌饭的2个好印象，一是上餐速度特别快，点完餐大概5分钟就端上来了；二是米饭、小菜、海带汤全免费且无限续，身为爱喝汤的人士必须点个赞。至于不好的地方，只能说味道挺普通的，可能是个人口味原因，不爱吃酸甜口，石板饭的酱料很多，吃到嘴里黏糊糊的。但总体来说是可以给个好评的，主要是性价比高，20多块钱管饱，配料丰富，吃起来也还行。OK， 作为品牌故事 UP 主，咱也不能忘了正事儿。这期视频就带大家详细了解米村拌饭，为啥明目张胆用预制菜也能火。单说米村拌饭的品牌故事其实很简单，创始人叫做周强，1988年出生的人，很年轻。16岁的时候到延吉的一家餐馆做学徒，一步步从打荷干到厨师。22岁那年，周强选择创业，在美食档口开餐饮店，卖砂锅麻辣烫。赚了点钱后，看着美食档口旁边还有一个空位，周强就想着盘下来做点啥。想来想去，决定做石板饭，搭配着米饭取名为一品石板，这就是米村拌饭的前身。为啥后来改名了呢？因为一品石板的几个门店生意都不错，周强想继续开店，但美食档口已经没有空位了，准备向街边店发展。街边店就意味着需要一个正经的品牌名，周强的想法是突出米饭的优势，于是起了个米村拌饭的名字。2014年4月，米村拌饭第一家店开在了吉林省东北部的延吉市解放路。延吉是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朝鲜族人口占比 57%， 也正因此，米村拌饭从一开始就被定义为朝鲜族风味的快餐店。前2年，米村拌饭主要集中在延吉和延吉周边的县市。2017年，猥琐发育了3年的米村拌饭，在投资人兼联合创始人黄浩的帮助下，开始走出大本营吉林，着手布局东北其他城市。之后，以每年开店约50家的速度，迅速战略东北的快餐市场。到2021年，米村拌饭将总部搬到沈阳时，门店数量已达到395家。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米村拌饭开始大肆扩张，布局全国。说来也比较有意思，彼时正处疫情期间，各大餐饮店都在收缩。而米村拌饭则逆流而上，2022年开店200多家，23年暴增到近500家。截至目前，总计进入了15个省份，超120个城市，开出1000多家门店。为啥能开店这么快？除了有资本，更重要的是它的运营机制和预制菜的使用。先说运营机制，米村拌饭号称只直营不加盟，理论上都是直营店，但实际上它是个半直营店，采取的是城市合伙人机制。简单来说，就是不用付加盟费。一个新门店的投资一共需要5个主要角色，分别是总部、区域经理、店长、员工，还有合伙人。以100万元的总投资为例，合伙人出资20万，剩下的80万元由米村的区域经理、店长以及员工等人来出，占一定股份。总部则以技术入股的形式拥有门店 30% 的分红权，再加上每个月营业额的 2% 作为管理费，剩下的 70% 就由其他5个角色按照出资比例分红。这样带来的好处就是，品牌不用像传统直营店那样承担巨大的运营成本，就能完成门店扩展。而合伙人因为有人分担，也不用太多资金投入。在门店管理上，米村拌饭也比较拿捏人性，设计了师徒制。解释起来太麻烦，咱长话短说。首先，米村拌饭门店给的工资会高出当地平均水平 10%至 20%， 更容易招人。其次，假如员工 A 介绍了 B 来入职，如果 B 以后当上了店长，那 A 就能从店里拿 1% 的分红。B 怎么才能当上店长呢？这就不得不提米村的师徒制。米村所有店长都是内部培养，需要经过岗位学习考核。当新店长接店后，培养店长的老店长即为他的师傅，师傅也能自动获得门店分红。当新店遇到困难，师傅还会来帮忙，共同解决问题，以此代代相传。
所以按照上述模式，一个员工入职之后，他有机会当上店长，且继续一路高升。之后不但有原先店铺的分红，还能参与到新店之中。总结一下，就是员工的利益分配机制做得好，也更方便门店管理，同时激起员工合伙开店的欲望。OK， 咱继续往下，重点说它的预制菜。当别人还在狡辩，试图遮掩或重新定义料理包的时候，米村拌饭直接躺平，光明正大的使用料理包。预制菜的使用有2大好处，一是出餐快，5分钟内搞定。据自称是米村拌饭员工的网友透露，后厨只有鸡蛋不是预制的，其他全是料理包，哪怕葱花都是。后厨员工需要做的就是撕开料理包，加热、搅拌，然后给你端上桌，甚至连拌饭酱都直接给你，让你自己撕开倒进去。这么简单的流程，你就说快不快吧？此外，米村拌饭还有一整套系统设计，精简菜单和人力。他们家的菜单就1页，大概20个菜品。从根本上杜绝消费者的选择困难症，也减少了后厨的操作时间。预制菜的大规模使用和标准化菜单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节省人工成本。商业品牌站曾预估，一家占地面积90平米、员工10人左右的米村拌饭门店，单月毛利润在21万至28万左右，净利润更是能有7万至14万。如此高的利润意味着投入100万开店，1年就能回本。而普通餐饮回本周期一般在15至18个月之间，因此通过极致控制原料和人力成本而做到快速回本，是米村拌饭吸引合伙人的重要杀手锏。这也是米村拌饭能够逆势扩张，不断开到更多城市的秘诀。下面一个灵魂问题：为啥消费者不排斥米村拌饭的预制菜？个人认为其关键就在于它不藏着掖着，反而主动告诉你就是预制菜。咱们抵制预制菜，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花了现炒菜的价格吃了预制菜。很多餐馆饭店明明就是用的预制菜，却不承认，搞得咱们像个冤大头。但米村拌饭是怎么做的呢？他们经常把料理包的包装箱毫无顾忌地摆在店里，不是1、2家店这么做，网上随便一搜，很多人都看见过这样的场景。而且半开放的厨房，顾客几乎可以清晰看到制作流程。店员们把预制的牛肉、香菇、葱花等倒进铁板上，加热拌匀后，滋溜滋溜的出餐。种种做法，就差拿着大喇叭在你耳边喊这是预制菜了。你如果嫌弃它，完全可以直接走人；如果不嫌弃，那总不能美滋滋吃完又喷它是预制菜吧。另外，米村拌饭还耍了个心机，当你的餐端上桌的时候，会发现热气腾腾，周边还围着特制的保护纸，生怕汁水溅到顾客身上。这种热气腾腾的感觉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消掉预制菜给人带来的不适。再看一眼食材，不仅分量十足，还有胡萝卜、蘑菇、西葫芦、海带、芝麻等等，物超所值，让顾客不计前嫌。这样不藏着掖着，把每一道工序、每一种食材的来源给顾客展示出来后，是不是预制菜已经不重要了。看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花30块吃一份预制菜，还是觉得不爽。其实原先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体验过就不一样了。米村拌饭店铺的选址集中在综合体商场里面，而且还是5楼的那种大型餐饮区。对比开在同一层的其他很贵的餐饮，米村拌饭人均30的价格带来的体验和服务，会有一种花小钱吃正餐的额外惊喜感。最后，这期视频把米村拌饭吹得有点厉害，但按惯例还得泼一盆冷水。开了1000多家的米村拌饭，其实大多集中在北方城市，尤其是东北和华北，而南方城市少得可怜。哪怕是上海，也是去年年底才有的第1家店。如何走出北方，又如何在南方立足，是米村拌饭全国扩展急需解决的问题。毕竟，拌饭这种更适合北方人口味和文化背景的菜品，在南方地区能不能长久，需要打个问号。